妈妈生日，亲戚来家里庆祝，她又是端茶倒水，又是炒菜，一刻不得休息。吃饭时，我爸却接二连三不让她上桌。汤呢？赶紧去做。做什么做？没听到刚才二妹说要喝成芝麻，赶紧去买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再炒几个青菜呀！没人提出异议。他们已经习惯了妈妈不上桌，习惯了她被吆喝。即便今天是她的生日，她才是主角。所以我发疯了。今天是妈妈的生日，我跟领导请了假，坐飞机回老家，意外看到家里来了许多亲戚。妈妈笑容灿烂，偷偷跟我说：“你爸让他们来的，给我过生日，太阳这是打西边出来了吗？”我一边切菜一边好奇问：“我爸变性了？”妈妈难掩笑意，早上还给了我100块钱让我买菜呢。你看看，鸡鸭，还有你爱吃的螃蟹，多肥啊！等会儿你多吃点啊，100块钱能买什么呀？不过我鲜少在妈妈脸上看到这般鲜活的笑容，不忍心打扰她的好心情。记忆里，她总是沉默居多，默默地打零工，默默地煮饭、拖地、洗碗、洗衣服。偶尔我爸酒喝多了发酒疯呕吐，他才会小声念叨一句。今天他能这样笑，我很高兴。过去的20来年时间里，他因为只生了我一个丫头片子，被爸爸埋怨过许多回，也被奶奶、姑姑、婶婶他们明里暗里的说教指点。他的沉默要说是本地重男轻女的习俗导致的，那我这个没带把的女儿也有部分责任。记得第一次他这样笑，是在我考上985学校拿到录取通知书时，他高兴地抹撒了那通知书许久。那时他的眼睛发着光，仿佛所有阴霾都退散了。可惜这样的欣喜没持续多久。我毕业没考公务员，而是入职私企，他又沉默了。即便我靠着努力，如今工资是一般公务员的5、6倍，他也时常在打电话的最后劝我：“小茹啊，要不你还是回家来考个公务员吧，这个更好。妈妈没读多少书，见识也不多，不知道小地方的公务员看关系，尤其是我们这种一穷二白家庭里出来的公务员很难混，进去只有干不完的活和被欺负的份。”我谅解他，好说歹说，他却总是一阵叹息。行吧，那你记得吃饭啊，吃饭穿衣。妈妈给我打电话也只有这2句了。他不懂工作上的事，我也从来报喜不报忧，只每个月往他的卡里存上20%的工资。卡绑定的是我的电话号码，余额变动我都能收到。那些钱我妈从没动过。她说：“小茹啊，妈自个儿有钱花，你的钱妈给你存着呀。你舍友都是家里帮忙买房，爸妈没本事，只能帮你存着，也不知道哪天才够哦。”她总是这样，每天都忧愁。所以今天这样的笑容，着实难得一见。我刚将排骨剁好，院子里就响起我二叔的声音：“嫂子，茶水没了，快点再泡点来，炸。”我爸欣喜：“比你大。”我妈忙扯着嗓子喊了声：“哎，知道啦。”我立马就泡。他放下了正在洗的螃蟹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转身就去拿开水壶。我有些不满：“妈，你管他们干嘛？成天来不是麻将就是打牌，今天还是你生日，又使唤你。”妈妈笑着摇头：“没事，难得来一趟啊，也使唤不了几回。”我又转身看了看客厅方向，二叔和2个姑姑把孩子都带来了，却没带礼物。这就算了，此刻那几个孩子正在看电视，是一边穿着鞋在沙发上乱踩一边看的。我脑门上的青筋在跳，弟弟妹妹也不小了，难道不知道要讲卫生？过后怕是沙发套得全部脱下来清洗，绝对的大工程。我没忍住冲出去：“小辉，你们把鞋脱下来。”话音才落，我妈就出来了。她笑着挥挥手：“不用不用啊，没事的，弄脏了婶婶脱下来洗就成，你们继续看电视啊。”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。她将我拉回厨房，难得大家都高兴，他们还特意从镇上来村里给我过生日，你别惹得你姑姑叔叔不高兴。说着她又笑开：“自从我嫁过来啊，他们可从没给我过生日，这些小事咱别计较啊。”我看着她，眼睛有点酸涩。此刻的她像极了小孩子，给点糖就满足。不过到底是她的生日，她最大。我很快压下酸涩，
没好气撇了撇嘴，行，我听你的。正想着继续剁排骨，手机响了。公司新项目出了点问题，我立马回房间翻出电脑开始忙活了起来。这一忙2个小时的时间稍纵即逝。等我出来，天已经暗了。大圆桌上摆满了盘子，都是妈妈的拿手好菜，比起过年都不遑多让。二叔、婶婶、姑姑、姑丈、表弟、表妹、堂妹，他们都上桌了。我妈依旧在厨房里忙活，不同于之前的兴高采烈，此刻她的脸上满是皮色。但见到我，她还是勉强挤出笑容来。小茹啊，工作忙完了？处理的差不多了。她叹了口气，又念叨上了。小茹啊，不是妈说你说咱们这边公务员哪里不好啊？成天上班就去打个卡，回头就出来打牌玩，或者回家躺着看电视，工资奖金都不少发，不比你这工作好多了。又来。我无奈，妈，你信不信我要进去？别说请假了得加班，就是晚上熬到1、2点都正常。怎么可能呢？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他还想继续劝，但很快又长叹了口气。算了，你不想听，妈妈就不说了。我深吸了口气，端菜回到客厅，扫了一圈，我问爸呢？二叔乐呵呵笑，去请你爷爷奶奶了。也对，这样热闹的日子，他们不来是不可能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旋即仔细算了算座位，眉头紧皱，座位不够。这圆桌能坐10个人左右，小孩子加上二叔和2个姑姑3对夫妻，已经满满当当的了。当然，他们没忘记留下3个位置，一个自然是我爸的，剩下2个是我爷爷奶奶的。他们还是老样子，根本没考虑我和我妈。一般来说，往年在奶奶家聚餐，都是大人上桌，小孩子站着。那会儿我妈因为一直炒菜，也都站着吃。但今天不一样，是她生日，今天她才是主角。要我说，其实爷爷奶奶那个椅子才是妈妈坐的，但很显然，我要是让妈妈坐那边，他们都不会允许的。大喜的日子，我不想跟这些没脑子的人争辩。想了想，我退让了一步，拿起角落的塑料凳子，提醒表弟堂妹往那边挤一挤。我跟我妈坐这儿，小姑姑不满，一个桌子坐10几个人已经很挤了，这还怎么挤呀？你们真是的，要请客吃饭也不知道再去借一张桌子，就这小桌子能坐多少人啊？二叔点头，就是，小茹你是真不懂事，我们来你家就是客人，哪里能让我们挤呀？我怒目而视，这是我家，客随主便不知道。二叔愣了下，旋即有些恼火，小茹你跟谁说话呢？我可是你二叔，别以为多读了一点书就能没大没小。大姑姑颔首，说话有些阴阳怪气。哎呀弟，你还不知道啊，我们小茹可是高材生呢，就是这高材生吧，26了都没把自己嫁出去哦。你说长得也挺好的，咋就嫁不出去哩？二叔哼哼，就这臭脾气，能嫁出去才怪。我反唇相讥，是啊，也不知道我那堂哥28了，怎么也没给我娶个嫂子回来，难道也是一身臭脾气？这回没等我二叔反驳，门口就有人厉喝了一声：小茹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厉喝的自然是我爸，他是泥瓦匠，在我小的时候就成天跟着包工头在市里镇上跑。村里人说我爸可能挣钱，每个月至少5、6千，如今更是上万。他被夸得尾巴翘上了天，以为自己多能耐似的。事实上，就算他真赚了钱，也没拿回家过，不是喝酒了，就是打牌输了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小学报名时需要100多的学费，我妈催了我爸10多天，他成天说知道了却不拿钱。报名那一天，他醉醺醺地回来了，往兜里一掏，只剩下10来块钱，最后还是我妈去外婆家借了钱，我才报上了名。大约是我爸失信的次数太多了，我妈也不信任他，买了辆自行车，空闲了就去镇上邻村问短工，谁家建房子需要搬砖的，谁家地里稻谷来不及割的，甚至谁家老人需要照顾的，他都接。那些年，他一边要干短工赚钱，还得回家做家务，照顾我爸和我，更得种菜，帮我爷爷奶奶干农活，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。
至今我们家这仅一层的砖房都没装修，因为当年建房的时候只有我妈拿的钱，一部分是她攒的，一部分是她回娘家借的。我爸和爷爷奶奶这边那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不仅如此，建房的时候让他们帮个工都被骂。好在我妈的辛苦在我工作后得到了缓解，那会儿她已经把欠娘家的债还清了，再加上不需要攒我的学费生活费，开销少了，她干短工的时间少了许多。可她也并不轻松，我爸因为常年酗酒，身子是越发不好了，近几年都不太乐意干泥瓦活了。可他酒照样喝，牌照样打，没钱了就在家里翻钱，拿着我妈的卡去镇上取钱，再不然就跟二叔姑姑借，跟爷爷奶奶借，以至于这2-3年每逢过年，我都会收到他们的特殊问候。可笑的是，他们来找我要钱时，活像我是恶鬼一般，一转头又跟我爸亲热上了。肉眼可见的，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倒是日益增进了。我不过是说了句堂哥臭脾气，他就不满了。可不止我爸，爷爷奶奶进来时盯着我的目光也十分不善，尤其是我奶奶，她冷哼了声：“阿国呀，妈早跟你说了，女儿就是赔钱货，让她读那么多书有啥用？看看翅膀都硬了，明亮可是咱们老张家唯一的男丁，你去了是要给你摔盆的，她个小丫头片子都敢说3道4。我看啊，要是以后我跟你爸真走不动路了来你家养老，怕不得被他的唾沫星子淹死。”我爷爷叹了口气摇头：“哎，好好的闺女，养成啥样啊？这么没礼貌。”这话说的二叔和2个姑姑十分满意，我却觉得心口的怒火在熊熊燃烧。都猴年马月了，到处都提倡简化了，村里谁家葬礼还摔盆啊？还唯一的男丁，我看是唯一的混混吧。我那堂哥自从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正经工作过，倒是镇上的网吧游戏厅的常客。也别说他，就是我二叔婶婶也是一样，他们是被爷爷奶奶捧在手心里宠着。当初分家的时候，地全都给他们，只给我们家留了块3分的自留地种菜。结果他们干农活那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到头来还得是爷爷奶奶帮忙。他们年纪大干不动，我爸经常不在村里，他们就使唤我妈。我妈向来是软弱的性子，干得腰酸背痛擦黑回来，饭煮晚了被我爸念叨也不知道解释。不，我猜应该是解释过了，被我爸对了，所以也没必要再解释了，反正也无用。她原先怀了几个孩子的，就是因为这样都流产了。后头好不容易怀上了我妈也狠心回了娘家养胎，可即便如此，怀胎4月也被喊回来继续干活，以至于我生下来的时候就营养不良，至今个头都不过1.6米。想到这里，我心头除了怒火，郁气也更重了。要不是我妈还在，就这破家，我是1分钟都不乐意回来。还说我没礼貌，到底谁逼的？自从我爸开口，我妈就下意识走过来，将我挡在身后。此刻瞧着我这表情，她悄悄拉着我的手轻轻拍了拍，无声安慰着，旋即转身干笑着解释：“爸妈，小茹没那意思。这不，她今天刚大老远的回来，加上又得加班工作，太累了。她年纪小，说话不过脑子，你们别见怪呀。”此话一出，小姑姑又阴阳了起来：“哟，大嫂，26了都还年纪小呢。”我当下回怼，也不知道是谁过年的时候说没结过婚的都是小孩。此话一出，婶婶脸上飞起一片红。话自然是她说的，那是2年前，也是家里聚餐。堂哥张明亮26的高龄，舔着个大脸跟爷爷奶奶要压岁钱。我说了2句，他回对我说的这话。我虽然不满爷爷奶奶，但也知道要想我妈日子过得舒坦，面子上得做得好看一些。是以聚会时，我给爷爷奶奶一人包了1000的红包，谁知婶婶回对我之后，爷爷奶奶连连点头，不满地批评了我，紧接着转过头，乐呵呵地将那红包给了张明亮。我问婶婶这么说，我也是小孩，爷爷奶奶，你们给我的压岁钱呢？2人脸瞬间就放了下来。什么压岁钱？没有，就是你都多大了，
要什么压岁钱，我早就知道，压岁钱跟年纪大不大没什么关系，只跟宠不宠你有关。小时候堂哥拿的红包都是100的，我的只有10块。我呢，他们就虎着脸，你个赔钱货，我们给你10块钱已经顶天了，你问问村里谁家女娃还给这么多压岁钱，到底年纪小又没读过书。他们这么说，我就这么信了。上小学才知道，有的女孩子过年压岁钱也拿100、200的。我们村虽然是农村，但这些年读书识字的人多了，重男轻女的现象轻了许多。可我爷爷奶奶从当初到现在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便是10块钱的压岁钱，等我上了小学就没了。而我堂哥的压岁钱一直给到了现在。那会儿我就明白了，合着孝顺都归孙女，享福都归孙子呗。当下我就下定决心，狗屁的面子，以后我的钱就算是给乞丐、给路人都不给他们，反正他们拿了钱还嫌弃我，我何至于热脸去贴冷屁股。至于我妈，我暗自咬牙，一定要努力工作，攒钱拿奖金，在大城市买房，将我妈接过去享福。所以这次我妈生日，我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可惜现在不是拿礼物的时候。随着我回怼，大家对我一阵怒目而视，尤其是二叔，他跟我爸截然相反，虽然是个混不吝的，却格外疼老婆。听我这么说，当下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。都多久之前的事了？小如你成天翻旧账，有意思不？我翻白眼，废话。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意翻旧账了。我爸终于是没忍住，转身抄起了扫把，冲过来狠狠地朝我挥下。他没打到我身上，我妈护着我，胳膊上生生挨了这一记重击。啊！他惨叫一声，大概是不想聚餐闹得太难看，我爷爷这才没忍住喝了一声：阿国你干嘛？大好的日子发什么脾气？旋即又意味深长地扫了眼我妈。阿娇啊，阿国就是个糊涂蛋，你别生气啊。今天呢是你的生日，这么多的好菜，咱们赶紧坐下给你庆祝庆祝。我挺意外我爷爷的态度的。过年那会儿他对我妈还是吆五喝六的，这会儿倒是和善了起来。先头我爸居然把自己兄弟姐妹喊来给妈妈过生日，这会儿我爷爷居然隐隐替我爸给我妈道歉。难道太阳真就是打西边出来了？还是由不得我多想，我就被我妈拉着坐在塑料凳子上。她小声道：小如啊，咱别多说啊，多吃点菜，瞧瞧妈妈手艺退步了没？怎么可能？妈，你做的就是最好吃的。这话让我妈嘴角扬起，她刚想顺势坐下，就被我爸喊住了。汤呢？赶紧去做。我妈干笑：哦，差点忘记了，我现在就去。见我担忧地看着她，她挤出笑容安抚我：小如你先吃啊。我忙站起身：妈，都这么多菜了。哎，菜归菜，汤归汤，你爸说的对，没有汤哪里成呢？你坐着呀。妈很快的，其余人根本没注意这边，也有可能因为刚才接二连三的对他们孤立了我，将我当成了隐形人。我也懒得跟他们相处，不由分说的跟着我妈进厨房打下手。妈，还疼不？瞧见我妈揉了揉胳膊，我立马心疼了起来，就要过去撸起她的袖子。她忙将我的手拍开：没事没事，你爸现在酒喝多了，身体这么差，哪有啥力气啊？不疼的，怎么可能不疼？妈妈这么隐忍的人，如果不疼，根本不会去揉。想起刚才我爸恶狠狠拿着扫把要打我的模样，我就恨得牙痒痒。我妈瞧见我的神色，叹了口气，压低声：你也知道你爸最看重他家里人，别老跟他们对着干，他们说啥咱们就当耳旁风好了。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不说了，帮妈妈把罐头打开啊。我惊讶：妈，你还要准备2样汤啊？你爷爷和你爸喜欢吃甜的，你奶奶二叔他们喜欢咸的，不准备回头他们又得念叨。这些年大家在奶奶家聚餐，菜全都是我妈去买去做的，她对每个人的口味了然于心。我没好气，那就让他们念叨。咱们是请他们吃饭，又不是请他们过来当祖宗。
前头让你端茶送水的就算了，你劳累了大半天做了一大桌子菜，你看姑姑婶婶他们搭过一把手没？更别说姑丈二叔了。明明是你的生日，结果全家最忙的还是你，还得伺候他们一家子老小，欠他们的。我妈忙捂着我嘴，嘘嘘嘘，别那么大声。她指了指外头，叫他们听见了，回头指不定怎么说你呢。我才不怕说呢。她笑了，是，我家小茹已经长大了，厉害了。你又这样想和稀泥，我埋怨。她叹气，日子要想过下去，不都得和稀泥吗？如果事都计较，你妈妈呀，怕是嫁过来第1年就得跟你爸离婚喽，哪里还有你呀？那现在离婚也不晚啊，我鼓励着。她眼神躲闪，妈这都50几了，都过了大半辈子了，还离什么婚啊？就这样过的了。再说了，你本来农村出去打拼的，家里帮不上忙，就难找对象，回头要知道你爸妈还离婚，指定要嫌弃你的。怎么可能？如果我未来的对象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话，我也不可能跟他结婚。我妈乐了，这意思是有中意的人了。妈，我跺脚，你又转移话题。行了，给妈拿个大海碗来，汤很烫。我这些年没干什么重活，手上没茧子，摸一下就烫手得很。我嘶的一声忙摸着耳朵。我妈见状，笑着将我推开。我来，看着她轻松捧着汤出去，我没忍住笑。妈还是最疼我的。视线转移到外面，刚才没怎么注意的谈话声就传了进来。阿娇啊，刚我们就在聊啊，明亮的孩子都28了，得娶媳妇了。你跟阿国这当大伯大伯母的指定的出力知道吧？这话是我奶奶说的，语气很是理直气壮。紧接着是我爸拍着胸脯保证，放心吧妈，阿娇都听我的，我都打包票了。问他干嘛？我不禁皱眉。出力？出什么力？我妈并不傻，也问了这问题。小姑姑一如既往的阴阳人设不倒。哟，大哥你看，大嫂到现在还装傻充愣呢，能出什么力呀？难道是让你煮饭啊？自然是出钱了。大姑姑附和。不是我说你大嫂，明亮可是我们老张家的独苗苗，你也看到了，你们家小茹啊，读了大学就觉得高人一等，嫌弃我们这些乡下人了，怎么说都不回来，以后你们俩养老得靠谁啊？还不得明亮来？就这一点，你这力就不能少出。我爸语气铿锵，说得对，我们要多出点，这傻叉。我在心里暗骂，真是脑子被酒精烧没了，让你出钱你还得意上了。不过很快我就反应了过来，为什么我爸突然改了性子，喊他们来庆祝我妈生日？为什么刚才爷爷突然对我妈和善？原来在这里等着呢。这哪里是生日聚餐啊，堪比鸿门宴啊！我分明看到我妈勉强挤出的笑容有瞬间的崩溃，但很快她又笑了起来。那1万，我奶奶当下就拍了桌子。就1万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爷爷也跟着附和。阿娇啊，你以前也不是这么抠搜的人啊。小姑姑呵呵，这还用问？舍不得花钱呗。大姑姑翻了个白眼。大嫂，不是我说你，1万你怎么说得出口的？我妈尴尬的解释，咱们这村里侄子结婚，叔伯只用包2000的红包，1万已经很多了。再说了，不是我舍不得花钱，是我们家根本没钱啊。你们也知道，阿国这些年没怎么干活，家里全靠我打短工挣的那点。没等他说完，我爸就反驳，怎么就埋怨起我来了？我辛辛苦苦送小茹去上学，她赚的那些钱不都你存着的吗？那不算我赚的，20几万不是？要我说，那些钱全拿出来给明亮，去市里给按揭买套房足够了。我妈闻言直接呆傻当场。20几万？你要全部给他们？我爸翻白眼，那可是我亲侄子，我们老张家唯一的种。紧接着嫌弃，谁让你没出息的？要是你能生出个儿子，这钱我还需要给出去？这老逼灯！我愤怒地冲了出去。张保国，你说什么屁话呢？我爸恶狠狠盯着我，梗着脖子。咋的？你个小丫头片子还想翻天了不成？那是我的钱，我强调。你打给你妈，就是我们的钱了。我还想反驳，我妈总算反应过来，
忙拉着我往外走，一边拉他一边回身干笑。小茹有点激动，我劝哈。小姑姑阴恻恻着，大嫂，难得你这会儿不糊涂，要我说啊，女孩子家家的就得听父母的，谁家女孩子还敢直呼爸爸大名啊？真没家教。二叔帮衬了一嘴，就是我说哥，当年你外出干活就是错的，你看看大嫂把小茹教成啥样了。目无尊长，不孝。我听了没忍住，转身想找他俩算账，被我妈硬拽了出去。到底是常年干惯了体力活的，我妈力道很大，我根本拗不过。只等出了院子，来到大门外，我妈这才气喘吁吁着解释：小茹你放心啊，这钱妈不给，妈可不傻。前头你爸也提过这话，妈觉得不对劲，转头就把卡放你外婆那儿了。她瞒着我也取不出来钱，我大口喘息了几下，这才勉强平复了心绪，旋即冲她竖起大拇指：妈，你能这么做就对了。我妈笑了，这可是小茹你在大城市安身立命的钱，是买房子的钱，妈怎么能动？我忙解释：妈，那是我给你日常花用的，买房子的钱我存着呢。而且没等我说完，我妈就笑着拍拍我的肩膀：好啦好啦，妈都知道，我们家小茹最孝顺了，咱不跟他们一般计较啊。等会儿咱们进去不跟他们说话，你多吃点，最好把菜全吃了，叫他们啥都吃不到才好。我失笑：妈，你当我是猪吗？哪里能全吃了？小茹你太瘦了，就得多吃点。我妈还想说什么，我手机响了起来，翻起来一看，是本地的一个号码。我狐疑接起，听到对方是蛋糕店的，这才忙一拍脑门：看我妈，我回来前托初中同学打听了镇上蛋糕店的联系方式，给您订了个蛋糕，回来完全忘记这茬了。你赶紧把钥匙给我，我骑你的电动车去拿。过生日怎么能没蛋糕呢？我妈一边掏钥匙一边担忧着，要不还是让你爸去一趟吧，这都天黑了。让我爸去？我看等到明年也拿不到。我撇嘴，我爸那人爷爷奶奶二叔他们喊一声，他都屁颠屁颠的去。我跟我妈但凡叫他做事，从来没记在心上，还老埋怨。没事的妈，这不有车灯路灯吗？我已经不是当初那弱小无助只会求助爸爸的小女孩了。这么多年，不仅仅我妈从我爸那里得不到正向回馈，我也一样。在我心里，有爸爸跟没爸爸一样。不，也不一样。准确地说，我恨不得没有爸爸。电动车在乡间小路上行驶，一来一回，不过20来分钟我就提着蛋糕回来了。刚走到院门口，我就下意识放慢了脚步。屋里已经没再谈论让我家出力的事了，反而是我爸在那头嫌弃：阿娇，你是不是眼瞎？这块猪肝切这么大块，想噎死人啊！我妈忙从厨房出来：啊，那估计是不小心没切开。不小心，让你做菜都这么敷衍，你能干啥？我奶奶呵呵，还能干啥？能吃里扒外呗。就是20几万啊，都借给他哥，一声都不跟大哥你说，还当你是一家之主吗？这是小姑姑在煽风点火。然后是大姑姑提醒：大哥，你以后真要看住大嫂了，不说别的，就每个月小茹寄回来的钱，你一定得自个收着，可别到头来便宜了外人。原来妈妈是找了这个借口堵住他们借钱的念头啊！果然脑子转得快，但很快我就一阵冷笑。不说我妈没真把钱借给我舅舅，就算是真借了，舅舅怎么能算外人？当初我考上985大学，里头的这些人一阵阴阳怪气，怀疑我是作弊才考上的。倒是我2个舅舅亲自张罗着替我请了老师，举办了谢师宴，后头又偷偷每人给我塞了2000块钱。不只是2个舅舅，外婆和3个阿姨也都给了2000块钱。正因为这些钱，我大学期间不需要过分执着兼职，有充足的时间专注学习。也正是因为这些钱，我毕业后没背上助学贷款，得以快速在大城市里立足，不至于过得捉襟见肘。于我而言，反而屋里这些才是外人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刚想进去，就听里面我爸在厉喝：你干嘛？做什么做？没听到刚才二妹说要喝橙汁吗？赶紧去买，我定睛看去。原来忙完了的我妈总算得了空，想坐下吃饭，
屁股还没沾上那塑料椅子呢，被我爸这一声吓得直起了身子。他倒是眼疾手快地夹了一个螃蟹到我碗里，讪笑着：“哦，那我现在就去买。”走到门口瞧见我，他惊了一下，很快又笑了起来。小茹，你回来啦，赶紧坐下吃，再不吃菜就没了，还窃喜地炫耀：“妈刚才给你抢了只螃蟹，你一定要吃啊！”妈挑了好久的，我看着她的背影乐颠颠地融入外面的黑夜里，心头暖意流过，却很快又被愤恨取代。今天可是她的生日啊，她是寿星啊，忙到现在都没坐下休息过，更别说吃上一口了。想着我眯起双眼，狠狠盯着我爸。小姑姑瞧见我提着蛋糕回来，冷哼了一声：“哟，大哥，你家又一个吃里扒外的回来了。”我冷着脸进去，将蛋糕放在茶几上，冲他们挤出笑容来。现在不能发火，螃蟹是妈妈亲自挑的，又从他们嘴里给我抢的，我得吃完。深吸了口气，我缓缓走到塑料椅子上坐下。我爸没好气瞪了我一眼：“你都听到了吧？你妈把你寄回来的钱都给你舅舅了，以后你的钱就寄给我，别给你妈那个败家娘们。”我不回话，默默地掰开螃蟹的壳，取出筷子，飞快将壳上的膏挖出，放进嘴里。小姑姑嫌弃地瞥了我一眼：“大哥，你瞧瞧，小茹哪里像是能听你的话呀？就是别说是你了，爸妈的话小茹都敢对呢。”大姑姑帮腔，紧接着提醒：“大哥，要我说啊，你真得好好管一管小茹了，这丫头是越发不把我们看在眼里了。”我爸恶狠狠盯着我：“管，我一定管。”得了这话，我爷爷这才招呼：“好了好了，赶紧吃吧，说那么多干嘛？菜都要凉了。”说着他又叹了口气：“阿军啊，明亮这些天怎么一直没回家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到底干嘛去了？”二叔挠头：“那谁知道呢，指不定又跟朋友去网吧打游戏呢。明天我就去市里找一找他。”“那你晚会去我那儿，我给你拿点钱。明亮要是不回来就算了，让他买点好吃的，可别把自己饿着了。”奶奶慈祥说着。二叔也没感觉不好意思，点着头答应得十分爽快。我心底冷笑，真是母慈子孝呢。很快，我妈捧着一瓶橙汁回来了。她旋开盖子，给大姑姑倒了一杯，又问了一圈孩子，给大家都倒了。他们没半点反馈，一句谢谢都没有。我妈显然也习惯了，拿着瓶子走到我身边，我也侧了侧身，想让她坐下吃点东西，却不料我爸又喊了起来：“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再炒几个青菜呀！”小姑姑附和：“是啊，一桌子的肉，你要腻死我们啊！要荤素搭配，懂不懂？”妈妈呆了下，缓缓拿起我面前的杯子，给我倒好一杯。这会儿，那只螃蟹我也把最后一根小腿啃完了，抽了张纸巾擦了擦手，拿起杯子：“谢谢妈。”我仰头一饮而尽，然后站起身。我妈忙冲我使眼色：“小茹，你继续吃，妈去炒几个青菜，很快的呀。”吃，就这样的饭，鬼才吃得下。我猛地用力，直接掀翻了桌子。得亏这桌子上没玻璃转盘，不然我根本掀不动。啊！婶婶惊叫：“小茹，你疯了！”小姑姑怒喝：“你干嘛？”大姑姑衣服全脏了，气愤喊着。哇！表妹堂妹惊了一下，紧接着吓哭了。我看着被掀翻的桌子，心底一片畅快，拍了拍手，我笑：“疯了！是啊，老虎不发飙，你们还以为我真是 Hello Kitty 是吧？他娘的，这里是我家，谁惯的你们在这里吆五喝六阴阳怪气的？”我恶狠狠踢了桌子一下，转身捞起扫把就冲着桌子打砸下去。大家都看傻眼了，桌子实在太结实了，打不碎。我抓起地上他们喝的空酒瓶就砸，这回玻璃碎屑纷飞，我爽了。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妈生日。她辛辛苦苦给你们做一大桌子菜，就是让你们骂她的，还不让她做，你们怎么敢的？主人给点吃的，狗都知道摇尾巴呢，你们呢？一个个猪狗不如。你张保国，你还有脸让我给你寄钱？你配吗？我爸刚想开口，我一个玻璃瓶子砸过去，他吓一跳，酒都醒了大半。从小学开始，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妈挣的，
1年级我给你讨2毛钱买作业本，你说什么来着？你记得吗？你说你的钱就算扔了，也不给我这个赔钱货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1分钱都没跟你要过。他张了张嘴，想开口，怎么要说你给我妈钱了？你们老张家的人脸皮怎么都这么厚啊？千层底鞋跟你们比都自愧不如。你成天喝酒打牌，1分钱往家里拿过没有？啊，是有过一回。1年级我的学费，你掏出过10块钱，可那时我的报名费是100多，最后还是我妈给外婆借的钱我才读上书。张保国，那10块钱你又捞回去了，真是慈父啊！我他娘的早知道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，在娘胎里就自己绕颈自尽好吧。你成天喝，怎么不喝死你呢？还有脸在这里放大话，拍着胸脯说钱我来出。你兜里但凡能掏出个100，我心倒着血。刚才我的行为震撼到了大家，这会儿他们总算反应了过来。婶婶小心嘀咕了句，小茹，那到底是你爸，这么说话不好吧？你是跟我爸有一腿还是咋的？我说我爸你心疼干嘛？婶婶面色大变，二叔勃然大怒，小茹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也知道什么是胡说八道啊？那刚才他们说让你儿子给我爸摔盆的时候，怎么不指出来啊？清王朝都灭了100年了还摔盆？我摔你奶奶个盆我！一个酒瓶子扔过去，我爷爷奶奶忙上前护着二叔。哎呦，造反啦！这小妮子要造反啦！我奶奶被酒瓶子砸中，立马干嚎了起来。有本事喊啊，喊得再大声一点，把村里的人都喊来，反正丢脸的是你们，我有啥好怕的？2个倚老卖老，成天说唯一的根苗，唯一的男丁。行，你们重男轻女就算了，反正小时候你们给我的几10块钱压岁钱，这几年过年我也100倍还给你们了，我不欠你们的。但你们还想绑架我给你们唯一的根苗花钱，你们怎么敢想的呀？你们脑残，大脑皮层是平的，别带上我呀！我可没遗传你们老张家的蠢和坏，没傻到跟某个傻子一样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。我看向张保国，说的就是你。你这个骂，你继续骂，信不信回头我找个法子就把你毒了，还能做到不露痕迹？我爸瑟缩了下，眼神犹豫。小姑姑轻哼，大哥，你拍他干嘛？他不敢的，就是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我就不信了，她能这样胆大。我乐了，那我就胆子大一个，让你们看看。我飞快进了厨房，提了菜刀出来。妈妈见状，忙迎了上来。小茹，别冲动。我扭身就去了院子里，把我妈养的老母鸡抓了一只来，进屋当着他们的面抹了脖子。我把断了脖子还在喷血的老母鸡往他们方向扔。啊！小姑姑一阵惨叫，脸上瞬间多出了一片血点子。张小茹，你这个疯子，大姑姑也遭殃了，不过她衣服之前就脏了，这回只是锦上添花而已。婶婶瑟瑟发抖，她一摸头上，紧接着看着手上黏腻的鸡血，眼神更惊慌。不可一世的奶奶这回也被我唬住了，不敢吱声。我叉腰，不是说我不敢吗？来呀，刚才是鸡脖子，现在嘛，我视线一转，落在了堂妹身上。二叔吓一跳，忙过去护住堂妹。我爷爷厉喝：张小茹，你胡闹够了没？胡闹！我冷笑看着他，怎么？我亲爱的爷爷，这会儿倒知道耍起大家长的威风来了。他们欺负我妈，欺负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吭声呢？是死了呀，还是聋了呀？你个老不死的偏心眼到没边，自个儿胡闹不说，还敢指责我？你没病吧？院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很快院子里就挤满了人。有邻居瞧见我提着菜刀，惊呼了声：小茹啊，你干嘛呀？刀危险，赶紧放下。我笑了，菜刀危险啊？周婶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们老张家的这些畜生可比菜刀危险10倍100倍。大家都来瞧热闹了是吧？来，我来给大家说说老张家是如何出生的。我爷爷历来要脸面，当下着急地喊着：小茹，怎么怕了呀？看来是我错了呀，你们老张家还是要点脸的呀。
那是怎么干得出给我妈过生日，一点礼物不带就上门的？是怎么干得出张口就要20几万给我那混子堂哥娶媳妇用的？这不都是你默许的吗？这一说，屋外的邻居纷纷七嘴八舌了起来。很快周婶嫌弃，老张，小茹说的这事是真的，我爷爷不吱声了。这一看就是间接承认了。周婶还不止呢，今天我妈生日，我千里迢迢坐飞机回来给她庆祝，你们猜老张家是怎么庆祝的？可不止没礼物哦，让我妈端茶送水的伺候，我那些表妹表弟还把沙发踩得黢黑。这就算了，我妈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的菜，不让我妈吃就算了，连做都不让做。天底下有这么庆祝嫂子儿媳过生日的吗？说着我冷下脸，你们还要点碧莲不？门外围观的人又是一阵七嘴八舌。小姑姑气不过，又不是我们不让大嫂做的，分明是你爸，他不说还好，这一说我又火起。是啊，可你们都是哑巴吗？一句大嫂你坐下吃饭不会说，小姑姑还想解释，我提起菜刀，刀刃上的鸡血滑落，她立马不敢吱声了。瞧见了吧，周婶，老张家就是仗着我妈不吭声，沆瀣一气，合起伙来欺负她。说什么给我妈庆祝生日，到头来就是变招法，想让我妈将我寄的20几万拿出来给张明亮。亏得我妈兴高采烈，还以为你们都变了性子，让我处处忍着，我忍你们个祖宗！说着我手一挥，刀狠狠地往后飞去，砸破了悬挂在墙上的镜子。表弟表妹堂妹他们吓得抱头惨叫，姑姑他们的脸色也全白了，爷爷奶奶更是不敢再吭声。最后还是我妈红着眼吸了吸鼻子，我这才知道，不知什么时候我妈哭了，我也没忍住红了眼。妈，这样的日子你还过什么劲儿啊？离婚！我是一刻都不想看见这些人渣，恶心！你要不离婚，我就真要发疯了。我妈没忍住，哭出了声来。小茹，我可怜的孩子，都是妈妈没用。村长伯伯来了，推开人群走了进来。他严肃着一张脸，怎么了？这是好好的闹什么呢？他们仿佛瞧见了救星，立马七嘴八舌地解释了起来。当然，都是把我往坏了的说。周婶他们忙在外头帮我跟我妈说话。村长伯伯拧眉听了老一阵子，旋即厉喝：胡闹！我奶奶得意，就是张小茹这赔钱货，她就是胡闹，却不想被村长伯伯狠狠瞪了一眼。你们啊！张保国，你脑子进水了吗？你自个儿揣着20几万吃香的喝辣的不好吗？非要上赶着给人送钱去。还有你，老张叔，重男轻女我就不说了，你这偏帮的，得亏张保国是个蠢的，要是个精明的，信不信他们兄弟能反目？你活到这个岁数，这点道理都不懂。说着，他的目光又一一扫过二叔、大姑姑、小姑姑。你们啊，阿娇嫁到你们家，就是你们的家人。合着这几10年下来，你们还是把他当外人。我解释，什么外人？外人他们哪里敢这么欺负？就是当奴隶。村长伯伯没忍住，扭头盯着我看。还有你，我梗着脖子，我没错。你好好一个高材生，有话好好说，又是摔酒瓶子，又是拿菜刀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冷哼，对牛弹琴有个屁用，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。村长伯伯按了按太阳穴，行，我说不过你，你也看到了，今天他们也惊吓到了，这是我看就这样了。以后你们呢？他看向爷爷奶奶、二叔他们，也别说让他们给钱让张明亮娶媳妇了。我才接到消息，他在市里拿着水果刀跟人聚众斗殴被抓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最近严打黑恶势力，他们这是典型，得从重判，怕是没有个3、5年出不来。这一说，爷爷奶奶惊呼了一声，我奶奶直接眼白一翻晕了过去。我幸灾乐祸，现世报啊！二叔他们恶狠狠看了我一眼，很快扶起奶奶。大姑姑忙看向村长伯伯，明哥，那怎么办啊？你这边能不能帮忙说说？说，省里来的大官说都没用，知道什么是严打不？我看你们还是赶紧看看婶子吧。说着，他拍拍手，好了，大家都散了，有啥好看的，
周婶嘿嘿，这不比电视剧好看？旋即冲我竖起大拇指。小茹好样的。随着爷爷奶奶、二叔姑姑他们离开，围观的邻居也渐渐散开，我也没心情留在这家里了。进屋简单收拾了下，提着包拎着蛋糕看向我妈。妈，走，去我外婆家。刚才我进屋拿出手机在微信群里喊了一声，舅舅舅妈阿姨他们都出来了。他们不给你庆祝，我外婆舅舅他们给你庆祝。我妈转身抹了抹眼角，冲我笑着点了点头。刚迈出院门，我爸踉跄出来。小茹，我什么我？以后你自个儿过吧。我妈冷着脸回了一句，很快冲我勾了勾手。小茹，车钥匙呢？妈，我都多大了，该我带着你啦。妈妈愣了下，很快笑了起来。好，小茹长大了，能护着妈妈啦。车灯的光打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前面却一片光明，因为那里有真正的家人在等待。等于后继，等于妈妈到底还是没跟爸爸离婚，不过长期两地分居了。我发疯的效果还是十分持久的，至少我爷爷奶奶他们3、4年都不敢找我了。他们到处说我是疯子，是不孝女，可那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的圈子不在老家。那晚我带着妈妈回外婆家，外婆笑着出来迎接我们的。阿娇啊，你受苦喽，都是妈的错，当初要知道他们家是这样的，妈说什么也不让你嫁过去。来来来，妈给你煮了10个鸡蛋，赶紧吃啊。我妈本来都不哭了，泪水又哗啦啦落下。赶来的舅舅舅妈他们一人分到了1个水煮蛋。舅舅得意地跟我炫耀，小茹，你妈最疼我们了，你外婆每次我们生日都给我们煮水煮蛋，以前只有1个，可是姐都会平均分给我们吃。是啊，只有这样，在我们困难的时候，他们才会不遗余力地帮忙啊。这才是真正的家人，不是吗？1个鸡蛋哪里够吃？我们给妈妈唱了生日歌，妈妈合掌许愿，吹灭了蜡烛。我问她，妈妈，你许了什么愿？是不是离婚？她摇头，离婚有啥好许的？我许的呀，是你啊，呸呸呸，是不是不能说？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对对对，还是大姐你脑子转得快。大姐，快切蛋糕，我想吃这一块。我要这边的，大姐，快点，大家七嘴八舌。等蛋糕分完，众人围坐，齐齐围坐在八仙桌边。小小的桌子，自然是坐不下所有人的，我们几个小辈都站着吃。小表妹跃跃欲试，想往我脸上涂奶油，我示意她看外婆，老人家可看不惯浪费吃的。小表妹撅了撅嘴，只得把奶油吃下，期待地问我，表姐，我寒假想去你那边玩，可不可以呀？大姨忙喝止，你表姐忙着呢，你去不是捣乱吗？不用，回头妈有空了陪你去呀，看吧。真正的家人都会设身处地地为我们着想，生怕麻烦了我们。我摇头，大姨，没事的，正好大家都在这儿。我将吃了一半的蛋糕放下，从包包里取出一份红本本。表弟惊呼，不动产权证书。姐，你买房啦？而且还是没贷款买房。我妈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颔首，妈，这个礼物惊不惊喜？我妈又落泪了。大家纷纷过去安慰，姐，小茹出息了，你该高兴才对。就是大好的日子，不哭啊。表妹抱着我，姐你是真厉害呀，你到底怎么办到的呀？这房子买了多少钱？嘿嘿，其实去年就做成了好几个项目，只是领导说奖金得年后发，然后今年上半年一不小心又完成了几个项目，这不累加一起。不过房子没在市中心，那边房价太高，我可买不起。舅舅冲我竖起大拇指，我嘿嘿笑着看向妈妈，妈，房子交房了，后续得装修，我工作实在太忙了，没时间盯着，你得去帮我。啊，我也不认识字，不行的。舅舅他们显然听出我的意思了，一个个劝着。姐，你怎么不行了？不就是看着装修吗？你眼神好，瓷砖对没对整齐你看不出来？就是姐，你普通话说的可比我好。盯着装修就是把装修师傅情绪照顾好，这不是姐你的长项吗？一顶顶高帽戴上去，我妈果然松动了。我真行啊！众人齐声
行，肯定行。生日之后，我们在外婆家又住了2天。后头我陪我妈回家取了身份证，把我妈带去了我工作的大城市。房子装修后，一下子空闲了下来。初时，我妈还有些不太适应城里的生活。不过，等我带她去参加了几个业余兴趣班，她很快对国画产生了兴趣。渐渐的，也认识了几个喜欢画画的朋友。他们不排斥我妈农村人的身份，几人相处得很是愉快。当然，从那以后，我妈也不再念叨着要我考公务员和结婚了。她还建议我没找到合适的对象就别轻易结婚。我是在3年后从初中同学那里得知我堂哥出狱的。那会儿他已经31岁了，在农村也算得上是老光棍了。我爷爷奶奶病急乱投医，听说市里有个姑娘爸爸病了，急需10万块钱治病，给10万彩礼就能立马结婚。为了让堂哥传宗接代，他们急着凑钱就给了过去。怎料钱给了之后，那女孩子就不见了，去他家才知道，那房子都是租的。10万块钱打了水漂，凑钱的2个姑姑直接闹了起来。二叔跟他们都翻了脸不说，也没忍住埋怨起堂哥，气得堂哥直接离家出走，据说是跟着镇上的混混一道去了缅北发财去了。缅北发财，怕是有命发财没命回。果然，不久之后，我就听我妈念叨，说是外婆他们听到消息，老张家的人在到处借钱，想把唯一的根苗赎回来。不过那会儿大家都听说堂哥是去了缅北，那可是诈骗窝，哪里能回得来？钱大家自然是不肯借的，怕打水漂。后来不得已，爷爷奶奶把地卖了，凑了5万块钱打过去，没瞧见堂哥回来，倒是瞧见了堂哥手指被切了下来，他凄惨大叫。那头的人说5万不够，至少50万。50万就是把老张家卖了都不够啊！他们想起了我，托我爸来探我的风声，结果我爸打我跟我妈的电话都没通。我俩自从知道这茬子事后，直接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全拉黑了。据我外婆说，二叔跟我爸来找过我们，可城市那么大，我公司又刚好搬了家，他们1个月多连只苍蝇都没找到，只得灰溜溜回去。眼见着唯一的根苗真的回不来了，奶奶直接哭瞎了眼，爷爷也悲伤的一病不起，一天受了凉，直接瘫痪了。二叔跟婶婶见状，直接搬走了。至于我爸，没了我妈这个钱库，他又得去干泥瓦活。可惜原本常年酗酒，他的身子几乎被掏空，不过几个月，头发全白了。不过他赚了钱也没管爷爷奶奶，依旧喝酒打牌，只是不回村里了。我听着都乐了，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。全文完。